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密室大逃脱，陈哲远频频被下跪，徐凯、周笔畅上演搞笑版自投罗网。被废弃的蜜桃东站发生诡异事件，大张伟、周笔畅、徐凯、陈哲远、张佑浩组成特调小队前往调查。被卷入其中的特调小队，为了查明真相，被迫沦为商业街打工人，卑微赚钱只为买门票。商业街的神秘大佬，墙面频繁出现的奇怪涂鸦，不知有何意义的摇铃，突如其来的恐怖哭声。快餐店门口涌出大量血液，一双眼睛在门缝里出现又消失。通往极乐之的444号列车恐怖事件一再升级，胆小的徐凯和陈哲远又该何去何从？特调小队能否查明离奇事件背后隐藏的真相？精彩即将开始。特调小队出入蜜桃东站商业街时，便在游戏厅门口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人，被打得奄奄一息，还想要拿回钱包中的车票。为了进入游戏厅，特调小队成员在商业街四处打工赚钱，成功帮其夺回钱包。可那人已经没有力气登上444号列车了。为此，特调小队成员接受了他的请求，帮他乘坐444号列车，去往极乐之的取回一瓶可以救他性命的水。特调小队成员不理解，但听到为了顺利上车，他们还需要拿到一件信物，可以摇响的铃铛。由于打工赚钱时，他们曾见到手机维修店的老板也拿着一个铃铛，所以他们必须拿到万能钥匙，潜入手机维修店。卷帘门缓缓打开，手机维修店内漆黑一片。徐凯和陈哲远还没有进去，就已经开始害怕了。最后还是队长张佑浩承担了所有，独自潜入手机维修店，搜索铃铛。张佑浩一无所获后，全员进去帮忙，而陈哲远被一道门给吓得一惊一乍的样子，简直太逗了。更搞笑的是，当周笔畅打开灯后，陈哲远直接变脸，怒斥同伴们都不知道你们刚刚在怕什么。然而从变脸到被打脸也就在一瞬之间，当大张伟拨弄海洋球，意外触发开关，一个恐怖的娃娃被弹出后，原本稳稳坐在床上的陈哲远直接被下跪了。密室大逃脱的每一位胆小鬼都有自己的保护机制，而陈哲远的保护机制就是不断的在地上滑行，为密室做保洁。他是认真的。破解神秘箱子的密码后，特调小队顺利拿到了手机维修店老板的摇铃，车票和信物凑齐了，接下来就要前往被废弃的车站，登上恐怖的444号车。不同于他们第一次路过车站时见到的那辆废弃车辆，这一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辆真的可以开走的车。恐怖气氛瞬间升级，尤其是坐上车后，陈哲远和徐凯挤成一团，真的要被吓哭了。444号车停下来后，特调小队又到达了一个奇怪的站台，标语写着路在前方，可尽头的墙面上却画着巨大的掉头符号。直至他们卸掉墙壁上的铁窗，在幽深的暗道尽头，才发现终点站极乐之的所在。徐凯终于勇敢了一次，主动爬了进去，却被突然出现的孩子给吓得开始牙疼了。这一次的勇敢，恐怕要用一生来治愈，所以徐凯吸取这次教训，决定以后再也不走第一个了。经过了黑暗的过道，终于进入了一间有光亮的房间。原来所谓极乐之的，竟是一个处处透露着古怪的神秘组织。在这个组织的相册里，赫然出现了令商业街老板们尊敬万分，连钱都不敢收的大佬。特调小队通过解谜，打开了房间的暗门，穿上了统一的服装，计划打入敌人内部。当他们再次进入一个房间后，赫然发现商业街里出现的人似乎都聚集到了这里。他们十分虔诚地在下面排排坐，
等待着台上的大佬，似乎要举行什么仪式。没过一会，所谓的圣水从天而降，其他人的脸上尽是满足与痴迷。之后，一个女生走上前去，疯狂地将包里的钱都塞入奉献箱中。从台上人的口中，特调小队得知，这位女老板身患绝症，捐钱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性命。令人震惊的是，这个治疗过程格外的恐怖，竟是将她用一根尖刺给刺穿，再洒下圣水治愈。诡异的是，那人明明好像已经被刺死了，却真的在被圣水浇灌后，又毫发无损地活了过来。这一幕刺激到了台下众人，令他们的热情空前高涨。特调小队也被眼前所见到的画面惊得目瞪口呆。此时，手机维修店的老板急忙上前询问自己什么时候可以见到老婆孩子。在他的口中，特调小队这才得知，这个神秘组织名为全愈会，每个人用诚意钱奉献后，便可以进入一个神秘的小黑屋进行治愈。然而，到了特调小队这里，将工资剩下的钱放进去，却被告知诚意不够。虽然钱不够，但新人有新人的优待，可以直接进去治愈间。在治愈间里被一通洗脑之后，就得到了几杯圣水。当他们得知喝过圣水后会昏睡时，便立刻反应过来，此刻要装睡了。搞笑的是，全愈会的人进来后，想要确定他们是否真的睡着了，便伸手推了推陈哲远。本来陈哲远就害怕，突然被摸一下子更害怕了，差点就醒过来了，还要继续装睡。另外一边的徐凯也憋不住，就快笑场了。全愈会的人离开后，特调小队便目睹了他们对一个女人施以酷刑的场景，而那位被虐打的可怜女人，就是手机维修店老板一直在等待其回家的妻子。从他们的对话中，特调小队得知，手机维修店老板的儿子小宝只是患有自闭症，却被全愈会的人说成是有邪物。手机维修店的老板听信全愈会的话，令小宝的妈妈和小宝因此被抓。而此时，小宝已经逃走了。小宝的妈妈宁愿挨打也不肯说出儿子的下落。趁着全愈会的人将小宝妈妈送入密室，特调小队也跟着走了进去。暗门背后那间十分低调奢华的房间，足以说明全愈会欺骗了多少人，赚了多少黑心钱。房间里摆放的照片还暴露了所谓的治愈者，受人尊敬的大佬，之前不过是一个卖保健品还得过销关的推销员而已。因为善于洗脑而患病的人又愿意花钱买健康，所以建立了全愈会，骗取这些无辜者的金钱。就当他们聚精会神地查找线索之时，房间内通风口突然被一个孩子给推开，又把陈哲远给下跪了。这个神出鬼没的孩子留下了一张绘画卡片，似乎在向他们求助，希望他们可以救救他被关起来的妈妈。爬进通风管道后，特调小队才发现，原来小宝没有被发现的日子里一直住在这里。从小宝的绘本中，商业街内的写字和奇怪字符都有了答案，竟是小宝留下的。为了救出小宝妈妈，打开他手上的镣铐，特调小队需要返回商业街去找慢慢开锁铺。进入开锁铺后，其他人的视线都在万能开锁器上，只有徐凯在发现5个对讲机后格外警觉。毕竟5个对讲机就说明他们要分开行动，那就是单线任务。对于胆子小的他来说，对单线任务的恐惧早已成了心中的阴影。与此同时，全愈会的人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行踪，在商业街中进行抓捕。随着周笔畅、大张伟、徐凯、陈哲远相继被抓，只有张佑浩在商业街上演极限逃生。幸好陈哲远手中有一把螺丝刀，顺利打开镣铐，也解救了队友。只有大张伟的镣铐无法打开。然而，好不容易逃脱的陈哲远
却再一次被发现，一边尖叫，一边在商业街里逃跑。其他用纸箱做伪装的成员，就像是几个盲盒一样，在商业街内上演无间道。徐凯原本是想要去餐厅和周笔畅会合的，却没想到闯入时碰巧遇到全运会的人在吃饭，瓮中捉凯的名场面就这样水灵灵的出现了。徐凯自投罗网也太搞笑了吧！当徐凯和大张伟成功脱逃后，张佑浩和周笔畅又被抓了。与徐凯命运相似的是，周笔畅也来了一次引人发笑的自投罗网。反复的逃跑和被抓，大张伟最终决定牺牲自己，吸引全部火力，为队友争取时间。经过多番努力，特调小队终于完成了任务，破坏了上个商业街的电磁系统，令全运会的大本营后院着火，成功解救出小宝母子俩。至此，蜜桃东站诡异事件的谜团彻底被揭露，哪有什么妖魔鬼怪，都是贪婪之人的利欲熏心。而这其中，小宝的妈妈没有因为小宝患病而将他舍弃，早就可以逃离的小宝，为了他的妈妈留守在危险之的。这对患难的母子之情，在充斥着罪恶与无情的全运会事件中，显得格外可贵。